是因为你提前找人在我房车那儿堵住了，跟豆宝道歉。对不起，重新想，再咔一下揍一下人。他应该很快就进监狱了吧？Hello， 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王楚然，我是程磊。首先，请两位互相介绍一下对方在剧中的角色吧。楚然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所谓的妖妃，叫于婉音。她的性格是很勇敢，然后很聪明，然后又很善良的一个角色，就很可爱，很机灵。磊子他是在剧中饰演的是蛋总夏侯蛋，然后呢，他是大家口中的暴君，但是他实际上的就是本色，他是比较隐忍，然后很善良，然后也很有大爱的一个人。你们觉得自己的角色人生中最重要的3个关键词是什么？跳脱。他的这个跳脱就是他一穿进去之后，其实是他的整个剧情线是跳脱了他原本的认知，然后其次是清醒，因为我觉得中途已经发生了很多偏离他认知的事件，然后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清醒和善良，第3个善良吧。夏侯蛋的人生3个词是吧？跳脱也算跳脱，因为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生吧。因为他到初中之后，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又把他扔到重新一个世界来重新去塑造他的一个世界观，所以算是一次重生。第2次重生呢，就是经过了那么多心如死灰的等待之后，遇见了于婉音，是一次内心真正的一个重生吧。第2个是不是第3个了吗？第一个是跳脱，两个重生，然后第3个就是幸运吧，就是不负等待。我有看到网友说那个张三川回去就还得参加中考高考。没有，他现实世界也会过呀，回去已经是个霸总了。大家都感叹于蛋 CP 很甜，在你们看来于婉英和夏侯蛋是从哪个瞬间开始对对方心动的？我觉得婉英对蛋总的话，其实他没有一个明显的点，我觉得是从很多就是你的话，还有一些你对我无条件的信任当中，我其实是一点一点，就是我是很被感触、被感动的。蛋总是不自知的那种，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吧？就是不自知的那种，我觉得是啊，因为他我有说了很多次，就是他一直在等待这个人，一直在心里给他留这个位置，所以他来了之后，其实虽然说一开始可能因为害怕，因为什么也好，去做了一些欺骗，但那个不阻碍他在蛋总心里的重要的位置。从什么时候开始亲？15集左右吧。没有吧？有吧？差不多。今天更新到几集就差不多，没有，差不多十几集，15集左右吧，15到20。对，其实还算晚的。后面会有比较虐的部分吗？有，但是他虐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因为他是穿插来的。还不长。不然大家怎么看剧啊？没有虐，后面一点都不虐，后面全是甜的、开心的，没有一点虐的。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对。你们2人是通过这部戏认识的吗？不是，之前我们见过1、2次。什么时候？重新想，先咔一下揍一下人。就是我之前去他那个对。和本人相处以后，觉得对方有什么反差吗？我觉得不算反差吧，因为之前没有那么了解，所以就算不成对他有一种固有印象，所以还是从认识他开始会给我很多惊喜吧。就是他很真诚啊，然后有很多同频的地方，就是没想到我们2个人会那么多同频，就是生活中会有经常只有对方能 get 到的一些梗啊，或者一些话。对，而且我们经常有时候会突然一起说一句话，很经常。对，一起说一模一样的话，共脑。所以说为什么在演戏的时候就这种打闹或者说这种交流啊，其实是很本人的状态，所以觉得挺顺的吧。他也是，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嘛，因为我也知道你这个是个好演员，就是他是一个，就以前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比较会给角色附媚的一个就是男演员，然后呢就是第一次见他也不怎么爱说话，就是也文质彬彬的感觉。剧中于婉英和谢咏儿的关系线也打动了很多人，楚然老师觉得于婉英和谢咏儿对彼此是怎样的存在？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对咏儿就是我其实一直没有把他当敌人，就是没有把他当成就是敌方阵营的，然后也一直想把他拉拢到我们这个阵营里来，然后后面就不跟大家剧透了，就后面咏儿也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善良的人，就是会让人有点心疼的一个角色。是的，
网友说于婉莹的出现对谢永儿来说也是一种救赎。是的，因为他其实相当于，从他的视角里看，也是自己一个人，他其实也很孤单。其实这2天有看他的剧情什么的，我当时都有点泪目。剧中北周和蛋总的故事线很令人动容，程雷老师怎么看待这条故事线？无论是南北周还是女北周，现实中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说这部剧所有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本人私下给我的感觉，所以当时整个气场、整个氛围都演得很舒服。然后包括每次见到演北周的2位老师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暖。我记得我当时有一场非常非常感动的戏是，就是有一场北叔给蛋总泡脚的一个戏，然后蛋总当时就看着北叔说：“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出现？”就这么一句话，然后就说你跟婉英为什么不早点来，早点出现？哇，巨感动。就我那天早上起来就自己就很想哭，拍完之后就一直想哭想哭。是，其实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剧情都是，你看剧本的时候就是已经感触很大了，然后对戏的时候其实就有几场真的就是很泪目，是的，很感动。前几天程雷老师防守失误被网友评价说，但凡失误一下就卡点成功了，对此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对，我看到那个评论了，我觉得他还挺好的，起码有进步了，不那么想打车了。打车可还行。未来还会多拍吗？会多拍，会努力。楚安老师觉得，如果要哄拖把和狮子头一起看成何体统，谁更难哄？不会啊，像成何体统这么好看的戏，不需要哄。他们自己都打开电视。对呀，他还没回家呢，拖把自己把电视打开了。对呀，所以磊哥认识拖把和狮子头。对，见过。对，有幸见过。天天问我要爱奇艺会员。拖把拿他微信发消息给我说。对于网友称拖把是蜘蛛，楚安老师可以在线辟谣一下吗？当然不是啊，没法辟，因为是事实。跟拖把道歉。对不起。程雷老师可以用粤语复刻一下成何体统的经典语录吗？唔猜晚音，我叫張三，前塵種種，反倒猶如一場夢，直到你問出嗰句 How are you？ 原來嗰一切都係真嘅，我已經冇故鄉啦，你就係我嘅故鄉。挺好的。程雷老師在現場有教楚來老師粵語嗎？沒有。把書都放出來啦！以前我冇得揀，但係而家我想做個好人。哎呦我去，太是你自己不學。那我們今天可能採訪就學。來吧，教一下。你就係我嘅故鄉，你就係我嘅故鄉，我嘅故鄉，我係故鄉。又係唔係海維係嘛？海魚海維。假設劇情顛倒，如果是於婉英穿到王翠花身上，夏侯誕穿到張三身上，你們覺得會發生什麼？我覺得挺可愛的，我覺得婉英會挺可愛的，但總有點嚇人啊！如果他是純的夏侯誕穿到現代來的話，他應該很快就進監獄了吧？誰笑場的次數多？我們從來不笑場，互相保護一下。我們沒有笑過場。重新來一下。誰笑場的次數多？我們好像沒有。啊，不演了哈。就是你看，他真的笑了很多次。没有，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氛围太好了，然后大家都会就是笑个那么一。有时候不是我们笑，对，偶尔是摄影师都笑。对，有时候我们在那演了，摄影師在那抖，摄影師笑場了。作為戲精胡鬧穿書劇，成何體統劇組劇外誰更戲精？50-50。都很。你們有被自己拍的劇宣視頻抽象到嗎？其實還好，還行，沒有我們玩的時候那麼抽象。那是視頻，那不是在你那嗎？你是說那個細菌劇嗎？對啊，很多，你什麼時候發？我都想看。你不是看過嗎？我沒有看過成片。我們想看。很好玩，很好玩。你看過成片呀？我看過是沒有定版的。哦，定版的我到時候修改一下。定版的在你手機鎖死了。因為我之前有很多物料，然後在我之前的手機裡，然後那個手機密碼忘記了，我換了新手機之後，舊手機密碼忘記了。吃火鍋必吃榜前3名是什麼？牛肉。什麼牛肉？很多種牛肉。吊龍。行。你說啊。我肥雪花。沒了。怎麼了？你平時那麼愛吃。你去吃牛肉鍋算了。怎麼可能啊？只有牛肉。牛肉啊，還有那個魚丸我也喜歡吃。魚丸。魚蛋。火鍋哪有魚蛋啊？有。只有魚丸沒有魚蛋。有。還有什麼那麼愛吃？我覺得是火鍋涮進去都會好吃。對。我覺得貢菜吧。嗯。然後還有那個毛肚。
对，毛肚。王楚然和陈磊的谁先回房车比赛，谁赢的比较多？我他赢的比较多，我都不怎么有偶尔吧，就是我们经常会做一些很无聊的那些游戏或者怎么样，但是上次是你赢了。对，就是他们拍花絮的那个。没有啊，因为你的房车更近。没有啊，是因为你提前找人在我房车那儿堵住了。但没堵住啊，你的也堵住我的了。你的人也不少。所以比过很多次。多次的。对，就是我们在现场，突然另外一个人开始加快脚步，然后旁边的人发现就会往前走，然后走着走就变成快走，然后变成跑，然后变成快跑，变成狂奔。对方对什么样的夸奖毫无抵抗力？干嘛？因为我们经常会给对方一些夸奖吧，所以都挺那啥的。说错人了吗？好像对骂比较多。夸什么？你来复刻一下。真行啊你！我真服了。挺厉害、啊，我真服了你了，这些算夸奖吗？挺厉害呀！如果于婉英、向火蛋此时此刻出现在你们面前，你们想对他们说什么？我说你别担心，他一定会来的。别担心，都会好的。然后你也会遇到那个对的人，然后那个人是你的灵魂伴侣，也是你的火锅搭子。最后，请二位安利一下成何体统吧。因为就是婉英的视角的话，她其实刚穿过来，把大家只是当成一个很简单的纸片人，就觉得我可以操控你们。但后来其实就是需要的那个死是一个很大的让他成长的一个节点。然后其实从那之后，就是慢慢的他已经不能把大家只是当成一个纸片人了。其实那些纸片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对，是的，而且每一个人物都很感人，大家都很喜欢。对，所以到后面会有更多的惊喜。你可以不解，你可以重金买断。我会出更多的钱让他们大放特放。我们这个剧的 BGM 配得很好听。别笑，干嘛？我们经常就是说下一个问题的时候停留在上一个笑点。再来一下，这个自己拿着吧。就是你先来。就是里面有很感人的。我们可以对不对？别装了，刚不是你递给我的吗？吴磊把这个也拿着。关一下镜头，快，处理一下私事。Hello， 神剧亮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楚然，在成何体统当中饰演的是于婉英。成何体统这部剧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反套路、多人穿书的这么一个设定，然后我觉得很新颖。它整体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如果按照社畜王翠花的角度来吐槽古代的种种，他会吐槽什么呢？怎么共享单车呀？肯定想有个自行车呀。这个皇宫这么大，那轿子又走得慢，就把别人也累到了，肯定想骑自行车呀。你是本人很喜欢骑自行车吗？对，因为我平时不拍戏的时候也会骑，我觉得很自由。于婉英张嘴就是个老演员了，一言不合就开演，演这部分的时候是不是演得很爽？我是演爽了，那不知道观众看的爽不爽呀？于姐是个内心戏很足的人吗？那肯定是，因为她剧中有很多 OS， 很像是我看剧的弹幕啊，就是内心吐槽，然后包括她的一些心里的那种小悸动啊。你觉得于姐用什么现代技能可以帮助她斗过那些后宫呢？她平时对甲方的那一套肯定会说姐姐好的收到明白，我现在就去。行动派各种拉拢吧，她肯定还是想跟后宫的人打成一片的，她不喜欢宫斗呀。剧中哪场戏会让你觉得于姐拥有着美丽的精神状态？那可太多了，最近新拍的跳广播体操的吧，他会带着整个后宫各个嫔妃玩那个老鹰捉小鸡，然后还把皇帝带进来跳广播体操，他推崇一个就是健康。唐书阁大火之后，于婉英对这个书里的世界是否有了新的认识？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很懵的，因为他本身就很自信嘛。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可能婉英觉得都在我的掌控当中，所有的剧情我都知道。因为旭瑶是他见到的第一个死在他面前的人，所以他的那个心理就很崩溃了。然后他那个时候遇到了端王，没有想到端王是那么有手段的一个人，所以他那个时候是真的很破防。其实就是当下的变化跟他想象中的剧情已经产生了偏差，这就预示着他后面每走的一步都要非常谨慎。我觉得婉英的成长线还是挺明显的，因为他自始终他都是一个很善良很有大爱的人。他们那些人死在他面前的时候是真的很触动他，他是真的很难过的。他其实已经不仅仅把他们当成纸片人了。夏侯惇出现说出那句放开他，于婉英那一刻的心理是怎样的？放开他！因为蛋总是他当下
唯一信任的人，所以就是会觉得比较心安吧，对他的出现也有一些意外。于姐醉酒对蛋总说出那句我好像不太乐意，你觉得这算是他潜意识里对蛋总是有好感的吗？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喜欢上蛋总了，酒后吐真言嘛，他第二天就后悔了，第二天心想自己怎么喝了那么多酒。你觉得于姐在书中的这个世界有怀疑过蛋总吗？我觉得是有一些猜忌的。当时蛋总在东湖上说了一句话，他说牺牲一个人换得其他人的生存也是划算的。牺牲一个人换得其他人的生存也是没办法。我就会觉得啊，这个人他好陌生，是我想象中的蛋总吗？因为我肯定是希望一个人都不要死，在我心里他们已经不只是纸片人了，他们是一个个非常热血的学子，他们又是活生生的人，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当时只是对他有些猜忌。听说你们剧组在收工后会比谁先上车，你们平时还有什么其他的小比赛吗？因为我们平时也会打游戏，也会玩你画我猜啊、飞行棋这种你画我猜，因为它有那个小程序，我们总是会玩一些奇奇怪怪的。如果说于姐是一个动物的话，你觉得她是高冷的布偶猫还是戏精哈士奇呢？我觉得得分场合吧，但他大部分都还挺戏精的。高冷，他其实也没有绝对的高冷，他有高冷过吗？他也没那么哈士奇，有点小戏精。如果可以自由安排时间的话，你心中比较完美的一天是怎样的？早上5点起来，先去看个日出吧，骑自行车看个日出，然后吃个早餐，回来小补一下觉，早上看会儿书，然后中午起来吃个午餐，下午打会儿游戏啊，就是不去健身是吧？晚上去健个身，想象很美好，一天把能干的全干了。最后请楚然用于婉英的语气录一个早安铃声吧。早上好，起床了，准备好迎接全新的一天了吗？好夹呀！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你来看看啊！什么？还有礼物啊？我觉得它很像你，毛茸茸的，很可爱啊！毛毛，好可爱呀！这是什么小兔子啊？哇，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小兔子。对啊，我比较像兔子，他干嘛给我拿个猪啊？Hello， 神剧亮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程磊，是《成何体统》里的夏侯诞。当初看完剧本后，你最期待演哪场戏？很多，包括相认那一场，分别很多两个人一起嬉戏打闹，包括演癫狂状态的时候，整个剧情我都挺喜欢的，感觉会挺过瘾，挺好玩的。夏侯诞这个人物身上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夏侯诞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经历和他对一个人的无条件信任和付出吧。其实《成何体统》这个剧有很多元素，有迁徙，有权谋，有群像，有成长。你个人会比较喜欢剧中的哪个部分呢？都挺喜欢的，不同的感觉。清洗就是要开心嘛，其实全程都挺开心的，玩的比较开心嘛，都可以用现代人的方式去说话、聊天、开玩笑，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清洗的部分你们会加一些自己的即兴吗？会有吧，就个人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有时候眼睛瞟啊瞟啊，然后嘴巴撇一撇，这种都是个人揉进去的。夏侯诞的衣服普遍为深色系，少有几件是素色的衣服。你本人比较喜欢剧中的哪个妆造呢？都挺喜欢的，有一套黑紫的，还有一套红黑的，两套红黑的都挺喜欢的，大部分都是深色系，更有风感一些吧，贴合那个角色多一些。剧中的分批上位者和戏精癫公这两个人物状态，你演哪个状态会比较爽呢？上位者和癫公其实是同一种状态，是他演戏的一个状态，都挺爽。疯批的话可能比较费嗓子多一点吧。一般情感浓度比较高的戏，你都是如何处理的呢？就是去体验剧本、体验角色，然后去表达出来就好，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去感受那个氛围，因为每个人生活经历中都有可运用的情感，因为他人物本来就很丰富，你只要去感受就好了，感受，然后把自己感受演出来就好了。夏侯诞这个人物很复杂，他既有因长期被欺压导致的阴郁疯批，也有来自现代少年的赤诚灵魂，你会觉得他比较割裂吗？表现形式上是割裂的吧，他割裂在于对不同对象吧，除了婉英之外，那个世界的人他一开始也尝试过把他们当作好朋友啊，把他们当作可以真诚接触的人，但后来他反复强调他们只是纸片人，也是因为他的的确确从小受过所谓纸片人的伤害，后来有时候会劝导婉英说他们只是纸片人，他们只是纸片人，并不是说他真的蔑视这些纸片人，而是因为他从小受过太多这种纸片人的伤害。少年感的就是其实很多是跟女主在一起的嘛，跟女主在一起了就很好玩啊，剧情也很好玩，只要放开了去玩就好了，就认真的玩，那你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看起来就会相对有少年感吧。蛋总是一个容易吃醋的人吗？是啊是啊，他挺容易吃醋的。你这是吃醋啦？是啊。那她是女孩啊，跟这个没关系。但是呢，他吃谢永儿的醋是因为他看到于婉英对谢永儿的态度有点像对自己的时候，并不是说吃他们俩亲密关系的醋，而是吃这个世界原本是只有我们的，我只有你，你也只有我，但现在你要把一个纸片人拉进来同等的平分我们的关系，他觉得很多只有我们才知道的信息，我们的二人小世界你要跟别人分享，你明知道谢永儿不是我们的同类，但是呢你拿出了对我那么专属的态度去对他了，他吃的是这个醋。剧中夏侯诞和于婉英共同改写亡国密语，你个人觉得哪场权谋戏
比较有燃点？权谋戏，其实我们都是私底下蛐啊，我们都是在御书房蛐。有燃点的，我觉得是于姐拉李云熙上来吼的那一句干他吧。我觉得再燃也没有那个燃，因为那句真的很燃。夏侯诞隐忍不发，蛰伏10年，你认为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萌发了这个野心？不用萌发，他一直都有，他一进来就被欺负了呀。我觉得是适应这个世界不需要多久之后，自然就会有这种想法，只是有时候方式、心态有些不一样。于姐来了之后呢，心态和方式上会有更大的改变吧。那你觉得他真正的抱负是什么呢？其实是想当一个明君的吧，因为他只能活在那个世界，对他来说那个就是真实世界了。虽然他口上说的这是一个书中或者是一个纸片人，他甚至怀疑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才是假的，因为我只能活在这个世界了，所以他当然是当做真实生活去活的。他在那个位置上，他不想当真暴君的话，他就只能是试图积攒力量去当一个明君了。于婉仪来了之后呢，他的病情逐渐加重，但是呢，很幸运的是遇到了自己一直等待的人。他的抱负可能就是把他在这个世界吃过的苦都尽量筛选掉，然后让他好好活着，去感受这个世界吧。夏侯诞曾说：“我已经没有故乡了，你就是我的故乡。”你觉得他最后在这个书本世界里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怎样的不同结局？在这本书的世界里，他就是尽力不要让于婉音吃自己在这个世界里吃过的苦，尽量的营造一个更顺的女帝之路给他，希望他可以顺顺利利的、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吧，在那个世界。你会有心疼夏侯诞的时候吗？有，当然有。其实全程都挺心疼他的，过往的经历和未来，他可能是空白，没有交代他到底怎么回去现代的。那他回现代等了多久？那他在现代过的那段时间里，他应该会心疼于婉音自己在那个世界待了多少年吧？比如说走了之后，书上是几十年，那你能想象你在现代可能只等了他10年，而他在书中过了60年，很难受。网友都说你超会眼神拉丝，自带暧昧氛围，直呼这么会的男的到底谁在谈呀？对于这个评价，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啊，别，就是在体验角色，就是正常。谢谢。生活中像蛋总一样拥有着美丽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时候？就都会有那个时候吧，比如说大家上班上到很有压力，或者说会有现实生活中窘迫的情况的时候，都会想变成蛋总吧。在这部戏的拍摄过程中，其实感觉精神状态是美丽了一些，时不时会演上一出，时不时会开那种玩笑，特别是在片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就经常美丽一下。大家常说陈磊是个会秒变全熟红柿子的人，一般是什么情况会激发你，让你瞬间变红？我不知道，很多情况其实不难，热也会，然后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突然就会，可能我体质原因吧，就皮肤很容易红。你早期好像特别容易社恐，网上有个名场面，大家称之为机场拜佛。现在社恐的情况会好一些吗？对，会窘迫一些，现在好一些了。虽然大家一直高呼希望你古装扮永久，但还是有很多粉丝想看你演一些现代戏，比如高大文或者警察之类的角色。你对于现代戏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角色吗？我这保持开放吧，都挺想尝试的，都可以啊，这几个我都挺喜欢的。通过一个角色被大家认识，逐渐开始有了更多机会。在现阶段，面对不同的机会，你会如何选择呢？就是有机会就很不错了，就别挑了。其实我一直争取保持有机会这个状态，其实就很难了。最后送给你一个小礼物哦，谢谢。是什么？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娜塔莎吗？真的？我妈呀，谢谢。对，还挺像的。娜塔莎好可爱，回去给她挂上。Hello， 虎场大拷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楚然，在成河体统当中饰演的是于婉音。参见陛下。陛下吃。臣妾钓到鱼了。横拿琵琶。看在臣妾的份上，真香，就饶了家父吧。你成何体统？先来填空一下，然后你觉得夏侯诞是由多少加多少加多少构成？50%的爱，然后这个是指大爱，然后25%的勇敢，然后25%的温柔。那于婉音也是50%的大爱，然后25%的清醒，然后25%的聪明吧。他们都说王楚然就是宠妃赛道的最权威的主人嘛。没有，首先非常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想一下把这个赛道深耕一下咱们。对，如果以后未来如果有更多就是比较喜欢的或者比较想尝试的角色的话，也是可以的。你可是19岁就养受宠的妃子呢。对，张贵妃。成河体统喜剧元素很多嘛，然后你们在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现挂？其实我觉得本身的剧本就已经很有意思了，就比如说现场会碰撞，有一些碰撞就是我跟磊子都会有一些，因为我们走戏的时候其实就会比如说自己有一些新的想法什么就会加进来了。他们都说可给你俩延上了，所以俩是白色主演。我觉得跟我们本人性格都还挺像的。那是大火那段戏嘛，然后就是感觉你的情绪表达非常到位嘛。那你觉得那段经历对于失踪于婉言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第一次成长，我觉得那是第一次成长。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是单纯想活下去，但是后面其实走剧情往下走的时候，其实他是已经不再把这些纸片人当成纸片人，然后他也觉得这些人就是跟他是并肩作战的，然后他也看到了这些纸片人身上很发光的点，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志向和抱负。其实是一点一点就是彼此感动吧。那还有更丰富的剧情。是的，都说看你们前面很搞笑，可别把我们骗着来杀啊，会这样吗？我觉得不会把大家骗，就是不会骗大家。对，但是后面肯定是会有一些虐点，但这些虐点不会很长。剧中你跟肖战的以及 How Are You 互相确认了对方的现代人身份嘛？那如果现实中你和陈磊戴上面具为了互认，你会说什么？因为我们平时比较喜欢猪叫吧，而且比较喜欢就这些。就应该靠这个真的互认了是吗？对，你们俩昨天还一起走机场，然后又开始随地大小眼，你们是怎么互相认出了对方？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自己是同一班飞机，因为那个应该是最后一班了，我们在休息室就碰到了，互相助教了是吗？没有。你觉得以下哪个 tag 适配陈磊？我给你 tag，第一个抽象大王，适配100%，很抽象，他是梗王。那他在片上有做过什么让你觉得这也太抽象的事情？对，没有做过什么不抽象的事情。那他在你的朋友里是前3？肯定的。那他是第1吗？可以是第1。我的朋友们都差不多，就抽象程度差不多，但是他是属于那种他很有梗，对，他这个人就很幽默。你就不跟他争了是吗？争不过。第二个哈，机车男神，这个也适配他，因为他比较喜欢骑摩托嘛。整个横店好像都知道吧？那你有我们刷到过，就是他们的微博好像。对，你有看到他在横店骑车上下班吗？有的。你有没有觉得哇？很带感我只看到了他的车，没有看到他人哈。你想学吗？他说楚然来，我教你一下。这可以尝试一下。可以让他当老师？不可以。没有，他肯定是骑得很好的，但是对我比较怕受伤。那第3个哈，画画天才，我觉得是他画很好。到底你第一次知道他是美术生，你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他长得就挺像美术生的吧。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第一给人的感觉就是偏文艺一点的男孩。他们跟我说你们的头像不是他画的，我以为是他画的呢，就是你的火锅头。不是，但他自己画的也很抽象了。因为我们在现场，比如说就是有一张纸，然后我们拍完了之后，拍完这一条，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个纸上画画。你们2个一起作画吗？也不是画对方丑照吧。那第4个哈，摄影高手，这个我觉得也是。那你觉得他是一个很会提供情绪价值的摄影师吗？我觉得还挺会的。他会说哇，这个好好看，别动，巨美，然后就这种。对，咱也没看到成片到底啥样，这情绪价值先是给到了。但是我看到过他之前拍的，就是我的几张照片，真的很好看。那就是之前滴眼药水被拍到，大家说你好可爱嘛。然后参加活动，你的包包里面必备的东西会有什么？就第一个肯定是眼药水，必须得有眼药水。我看欧瑞鹏还借你的眼药水了，因为大家眼睛都很干的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就是补妆的东西，反正那个包里面确实挺多东西的。对，有什么小零食之类的？因为我们那个桌子上面可多零食了。如果托巴和那个狮子头参加萝卜米老鼠纸巾大赛的话，谁能获胜？萝卜米老鼠纸巾大赛是什么？就是网上一个很火的小猫，它的主人会说萝卜，然后它就会指萝卜，主人会说真棒，然后就会给它小零食。天呐，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吧？因为我之前就是买过一个那个按的那个铃啊，然后我们所有人教他们俩教了1个星期都没教会，但是他们后来学会奖励了。因为我录了很多嘛，比如说妈妈开心什么，就这些都没学会，就学会奖励了。因为就是摁了之后就给他吃的，然后拖把就一直在狂摁。你会在横店拍戏的时候带他们2个一起？会的。就之前你的好朋友曾舜晞，他不是横店狗狗收纳大师吗？你有把你的狗狗给？没有，他那个时候收纳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养。对，如果以后有事的话可以，如果都在横店的话。他们有没有交到什么娱乐圈的好朋友啊？今年？因为就是他们会有时候会在横店，但是就是大部分就会被我妈会拿走。还有谭老师的，你不跟他拍戏了吗？那个时候我刚养拖把，然后拖把跟他们认识。当时的时候就是谭老师给了我一大箱狗零食，因为他当时就是正在我隔壁拍戏，然后他来我们车上找我玩的时候，就是他带了一大箱狗零食，然后拖把可爱吃了。那个时候就拖把可以独享，现在狮子头来了，那一箱都不够了。这有点太难了，这个他有点这个狼尾是吧？曾哥也不会骑摩托啊。是曾舜晞，是曾哥啊？是因为他这有狼尾，我记得好像就只有他留这个狼尾。猜对了，是他，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骑摩托。好像不会吧？是不是陈磊？你怎么猜出来的？因为他的手很红。他红温还能红到手吗？会，就是他经常红温。对，你看他虽然换场，但他手还是有点红的。不错。他们说他就是很适合演高干文们，有没有想跟他一起合作一部高干文？对，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的。这是谁啊？你提到过他刚刚？你提到过谭老师。
对，餐4还给你狗狗零食了呢。啊，这段卡掉啊，重新来一下。你不是跟他还一起跳了手势舞吗？是他教随的你吗？对，因为我看了那个视频之后，我就一直没太学会嘛。然后那个时候他教我，教了几遍就会了。这是谁啊？这也是个转场，这个你肯定能猜出来。你看前面的转场，陈磊，他的相机又出场了。谁最近在拍古装啊？他好像没在拍古装，他没在拍古装，他现在没在拍古装，但是他这是古装专场。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你在上高中，他上大学的时候我在上高中。对，徐正轩。哦，不对，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在上高中。他在上大学，我怎么那么耳熟？敖瑞鹏，我大学你还是高中呢。Yes， 没刷到过他这么帅的，只刷到他抽象的了是吗？是，大部分推流推的好像都是抽象的。那看来推流推你都是他的小号。虎场大拷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程磊，在成河体统中饰演夏侯诞。欢迎蛋总。怎么等着朕动手了？有时候透过表象看实质，一切的疑团就迎刃而解了。欺骗朕，诸位若想走，朕不会阻拦；诸位若想围观，朕会鼎力相助。我们今天先来一个辟谣大会哈，你要辟谣或者澄清一下。好的，第一个是现场被夏侯诞和于婉英顶号两个人随地大小眼，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不用批，是真的，还很多，要不。其实每时每刻都会在演，很好玩，什么都演，什么想到什么演什么，就是有时候开一个头，他就知道你要演什么了，就开始接了。那第二个是在片场幼稚小游戏比赛中，总是一边嫌弃一边又很想赢。辟个谣啊，没有嫌弃。还有看你们那个一起什么扭腰，就是那个走路的视频。对啊，就挺好玩的，太多了。那你是比较厉害还是一半一半？那他们说陈磊看似演了一个角色，其实演了3个。怎么说？就是你演了夏侯诞，你还演了张三演的夏侯诞，还有张三本身。张三、夏侯诞，张三演的夏侯诞，他其实也代表了3个心理层次。你在演每个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表达方式。其实跟于姐还有跟北叔在一块的时候，是最接近张三本身的。大家都说成河体统是内娱痛剧嘛，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痛剧什么意思？就是有很多梗在上面。你也有贡献了一些梗，比如说大家都说陈磊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一个节拍也舍不得踩。这不是今天的吧？今天也有是吧？我每次一跳舞就会有，正常，习以为常。私下加练过吗？没有。我接受这个现实。那大家都说成河体统前期有多开心多甜，后期就有多虐嘛？你拍的时候有这种反差感吗？因为它不是按时间顺序来拍的，所以我是穿插着来的，所以感受就一阵一阵的，一场哭一场笑的。但是总体来说，他所谓的后面虐，他整个过程，他整个氛围还是充满希望的。他的虐只是某些情节上和某些点上的所谓的也有一些大的点，但他整体氛围还是充满希望的。那蛋总的精神状态和你的稳定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嘛？看一下以下的情景，你跟他分别会是什么反应？第一个是爱吃的零食找不到了。夏侯诞，我能想到的就是发疯了。你说在人前吗？就大臣面前想吃的东西吃不到了，那就把御膳房都拉出去了，可能是吧？又拖了，拖出去。那你呢？你爱吃的泡面找不到了。泡面找不到了就不吃了呗，刚好减肥啊。你不是很爱吃泡面吗？但我也不常吃，偶尔吃一下。那你爱吃泡面这种习惯是你当演员之前就有的吗？从小，我小时候身材也没有很好，现在是怎么保持身材？就不吃泡面，健身运动，多运动，然后吃健康的，不需要特别的节制。你只要吃健康的碳水和这个蛋白加这种蔬菜的话，它都能瘦的。第二个是定好的约会，对方临时爽约了，婉英给你爽约了怎么办呢？那夏侯诞也没脾气啊。毕竟是于婉英嘛，在夏侯诞的视角里，只要于婉英做的事情没有伤害到他自己，他就不会太生气，他只会可能有点落寞、失落什么的。如果涉及他自己的安全的话，他可能会很生气。那如果是你呢？你定好了，然后对方突然爽约，也分人吧，可能问一下你有什么事，确实也谅解。那第三个是拍照的时候对方嫌弃不好看，怎么办呢？所以我不让他看原图啊。我拍照不是因为说人拍的不好看不让看原图，我是觉得色调和一些场景啊、光线什么东西不一定是我最满意的，然后我打算后期完之后再给你看。我一般很少会直接让你看原图。你还给他加包后期呢？对啊，我拍的嘛，因为你修图也算是一种就是表达审美嘛。但是修图很辛苦吗？有没有给你加鸡腿啊？还好，修它的就主要是调色调就好了。他不用 P 脸。几乎不用。大家都说你很苏，很会演小说男主，你知道吧？然后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苏点，然后你觉得男生和女生看苏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视角？就是算是观众的一种赞赏吧。他说你的手总是很红，这是为什么？我整个人就很容易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很
就很小说男主啊，就是他什么一到冬天就是手红红的，但也不是这种红吧？就是很小说男主的那种苏点，什么骨节分明的手指，然后冻得通红。行了行了，别说了，听不得这些是吧？滤镜有点重了，现在剧本写得好。哇塞，这做的很好哎！这是在你的专业范围之内吗？这哪能看？这没有啊，这超出我的专业了。哦，这哪能看出来是谁画的？那你就仅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很好看啊。但我没有接触过雕塑，所以我不太懂。那我给你关键词猜一下他是谁哈？谁？他是一个00后的男演员。00后的男演员。对，然后他的审美也很好，大家都总是夸他审美很好。然后他有很多电影作品。易烊千玺吗？对。哦。你看到他这个作品，然后再联想到他，你会觉得是符合他气质的吗？很漂亮，很好看。这个太难猜出来吧？我真的没有看过，就是其他演员。这个画的很可爱，是偏漫画的对吧？然后画的很少女。画的是他自己的自画像。自己的自画像。这是杨幂老师的。啊，真的？哦，很惊喜，他画很好是吧？对，不漂亮。这张就是很可爱，很有童真。对，这个我好像知道，这是敖子的吧？我看过他发这些，画的挺好的。但是他平时就是那种搞抽象嘛，大家都想不到他是真能画画。对，很有反应。他也学过美术，画了一个夜景，2只蝴蝶。这是他的写生吗？在半夜在山上，还是拿照片画的海报？他给他的剧画的海报。他给他的剧画的海报，她是女演员。感受到是个女生，是谁？是陈妍希。哦，美术好像。很好看，这个画的有点现代的可爱的兔子。是学设计的，是肖战。我刚猜到了。你猜到了。因为你说学设计，对，他是学设计的，而且他还自己设计过 logo 啊什么的。这个整体就是疏密都很好，看起来就是专业的。这个应该是徐若涵了吧？他在现场有跟你切磋过吗？没有切磋过，但是他有给我画，他很快，他用简笔画3-5秒就能够画出来。他会经常就是画一些很简笔的画。画你？也有画过我，这个也是吧？对，这个也是徐若涵的，画风还挺明显的。好吃哎，你们是真的吃哦？我戏比较多，带点道具可以吗？可以，啥都能带。就是肯定要先把那个手机带进去啊，然后把 WiFi 带进去，然后现在的美食，然后什么单车啊什么都带进去。或者是在小说里作威作福、害人无数的余婉音，暴君就爱妖艳真话。陛下，这可是决定咱们于丹组合生死存亡的一战，我想跟你站在一起，和你并肩作战。Hello， 腾讯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楚然，在《成何体统》当中饰演的是于婉英。先带入一下于婉英的身份和语气，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吧。我当然是后宫最大的恶人，是那个恶，饥饿的饿，就是一直在吃是吗？他比较爱吃火锅。说一下你跟于婉英的3个契合点吧。善良，比较乐观，然后适应能力还比较强。之前在影视剧中黑化病娇的瞬间有被网友爆浆嘛？那这次演于婉英妖妃的那一面是不是特别的过瘾？还不太一样，其实因为婉英她那个就是会比较做作的那种，我也是第一次演这种角色。那在哪一刻会觉得特别演爽的呢？还挺多的，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大场面，然后很多情绪爆发戏，演下来都挺过瘾的。在追剧团上，就是扮演妲己，大家都说姐姐一勾手，我的魂就被勾走了。如果安利一个于婉英的名场面，你会安利哪一场戏呢？目前播出的话是需要下线那场，也就是藏书阁落水。因为那场拍的时候，其实我也挺震撼的，因为我们是实景拍摄嘛，然后那个火也都是真的。其实，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很害怕，然后很紧张、很压迫，包括需要的有些词，那个其实也是婉英很大的一个转变嘛，很大的一个成长。当时那场戏就觉得特别好酷。当时说护国安的时候，其实非常感动。然后我现在看了正片，其实剪完之后看起来会更震撼一些。你的古装扮相一直都被赞自带故事感嘛，然后这次的角色是既有古装的皮囊，又有现代的思维内核，这种古今碰撞的演法，和之前纯古装角色相比，你觉得哪个更有挑战呢？平时的古装戏的话，可能会礼仪方面比较严谨。婉英她毕竟是现代穿过去的，她可能最开始连那个手她都不会摆。那会觉得挑战性是这次会更大，还是以前会更大一些呢？都还好，因为这个跟我本人也比较像的一个角色，就是性格。看预告会经常有刷火锅的戏份嘛？你们在片场火锅吃爽了吗？看在臣妾的份上，就饶了家父吧。还敢求情？还不只是小赌怡情，并未收受贿赂啊！你吃饱呢？你就说两句。再说就水钱了。最开始就是只有我和蛋总2个人，后面就是加进来的人越来越多。片场的火锅道具好吃吗？
好吃哎，我们是真的吃哦。生活中平时会有就是于婉莹戏精的这一面吗？有，我戏比较多，不是内心戏，是外放戏，比较爱演戏。在什么情境下会比较喜欢搞抽象呢？感觉到了就来了。据说就是后期的剧情是非常虐的嘛，大概会被刀到什么程度呢？我坐在那儿，然后或者是我跟这些演员拍场次的时候，我都不需要酝酿，我都不需要酝酿哭戏，然后我在那儿站着就很想哭。哭戏会很多吗？很多，整个戏的哭戏都还挺多的。但是他这种哭其实不只是一种情绪，只是很悲伤那种哭，不是的，他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情绪在里面。谈一下跟陈磊的合作吧。蕾丝他就是反差还蛮大的，我印象当中他好像是那种比较I 的人吧，但其实他还挺 E 的。那射手座，我们也是还挺合的，就比较合拍吧。那在跟他合作之前，有对他的哪部作品或者短视频印象特别深刻呢？刷过一些戏的切片，刷还挺多的。老被推到是吗？对，演这部剧之前对穿书有过了解吗？自己会玩一些小游戏吗？不会，但是我看过少量的穿书戏。如果可以自行选择穿书的场景或者背景，你自己希望是什么身份呢？比如说修真仙侠、游戏化的世界、架空的就是那种人兽神那种世界，或者现代都市背景。现代都市就算了吧，离我好像比较近一些。我想去一些离我们现在比较远的地方，都还挺有兴趣的。如果你自己实现穿书，你希望自备哪3项技能？带点道具可以吗？可以，啥都能带。就是肯定要先把那个手机带进去啊，然后把 WiFi 带进去，然后现代的美食，然后什么单车啊什么都带进去。皇宫太大了嘛，你要带这么多的道具的？对呀，在里面行走不太方便，肯定要有一些代步工具嘛。这样带个百宝箱过去是吗？对的，就说了几次吧。爽是爽的，对，有时候没啥事儿，两个人突然间那个阀一打开了，也是就是笑的不停。可以有无限的布洛芬，可以有随时召唤同川人的一个能力。不看这个采访的人都给我拖出去！我是夏侯丹，我没有同伴，没有朋友，我只有敌人。我不过是一个被人蒙住了双眼、捂住了双耳疯王罢了。Hello， 腾讯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程磊，在《成何体统》中饰演夏侯诞。那先代入一下夏侯诞的身份和语气，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吧。我是人们口中的暴君，你要是不服我，那也没有任何办法。我是张三，一个穿过来的初中生。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在这里？那可以给我们还原一下经典台词。不看这个采访的人都给我拖出去！拖出去！拖出去！剧播以来有没有冲浪或者追剧，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弹幕或者热搜呢？更多是在剧本身的情节上，我会觉得又让我回忆到拍摄时间的那段快乐吧。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网友说陈磊刀人的眼神就像爱神丘比特的一箭穿心，还有人说纯爱战神。算吧，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是的。你觉得夏侯诞是一款很新的什么呢？很新的暴君，纯爱暴君。他既是暴君又是戏精，人设非常带感，就是你最欣赏他的是什么特质呢？同情更多，可怜更多。我最欣赏的是他能够保持吧，就是无论埋在多深处，他能够保持内心的那一份柔软吧。在哪一刻会觉得演得特别爽？更爽的是感受与身边人物的感情的时候，会有情感的释放。跟婉英啊，跟北叔啊，那是一种我真的在那活过的爽感。就觉得那一刻自己也活成了张三。很多时候就是在做自己。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当时就是10秒拖下去一房子的人，大家都说超绝逼 king 嘛。你自己当时有记得说了多少遍这个拖下去吗？你是说在那个庭院里那个吗？拖下去！拖下去！拖下去！陛下，拖谁呀？一起拖下去！就说了几次吧。过瘾了吗？爽是爽的，对，就是演戏嘛，就像夏侯诞演给大臣们看的一样，就相当于是我程磊演给观众看的一样。但是张三那一面是更能让我爽，真实情感那一部分。那有网友就夸这一幕是超霸气古装霸总天花板，过奖了。还有观众就说这个清场式的操作是属于武装版的人形扫地机，挺有趣的吧？就看不爽就拖下去，看不爽就拖下去。有网友建议这个剧名改为就是今天暴君又拖走了谁？我觉得成何体统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代表了整个氛围和整个精神主旨吧。如果让你用一个晋江体给这部剧改名的话，你会起个什么名字呢？我不改，我觉得成何体统很好，感觉就很对。透露一下这个正剧一共有多少个名场面吗？太多了，几乎每一集都有2-3个，最少2-3个。每个角色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不仅限于我们几个人中间，身边的人啊，学子啊，包括有些只能出现1-2集篇幅的角色啊，他们都有高光，然后都有自己的使命，都有自己的理想，并且最后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结局。所以每一集它又会有很多高光，属于不同的角色。我们每次看到群像下线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好哭。你自己在演的时候，那一刻你会有憋不住的感觉吗？会有的，当然会有代入，然后就会心情本来也很澎湃。在画坊那一场戏，其实我有很多劝说的词嘛，其实自己
演着也挺激动的。夏侯惇他刚穿过去，小时候大家都觉得特别的可怜，你是怎么看待他的童年的呢？在我的视角里，我也是直接略过了他这个童年的，接触到这个角色就是他已经过完那些童年了，但是我会能想象和经常试着去体会他压抑了这么久和被欺压这么久的一种心情吧。在演古人皮现代魂的精分感的过程中，有没有偷偷加入自己的一些现代人的小动作呢？我不演古人就是现代人了，其实不需要刻意的去加一些现代的小动作。很多网友都会说，于婉英对于夏侯惇是一种救赎性的存在。是的，是的。如果让你魂穿蛋总也穿越到这本小说里，你觉得你跟他谁会更疯？我穿过了呀，我演这个角色就已经算是穿过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大差不差吧。第4重的穿越体验，其实就跟张三穿过去感觉是差不多，当然没他感受那么极致啊。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能感觉到自己有一部分是那个样子，体会到他的那种感受，内心的感受。如果让你实现一个穿书，你自己希望能够自备哪3项技能？作为一个暴君，他已经有很多能力了，那我帮他再要额外的3个技能吧，可以有无限的部落分，可以有随时召唤同川人的一个能力，再有一个就是救死扶伤吧。对，因为很多其实人才啊，途中很可惜。如果让你再选择一个穿书的背景，你希望穿书到什么背景呢？比如说，有的人喜欢仙侠、玄幻类的，豪门风云啊之类的，都挺有意思的。夏侯惇的精神状态是非常抽象的嘛？你回顾2025年自己做过最抽象的事是什么呢？没太多时间去完成一些抽象的事情，因为最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我觉得在成河体统度过那段时间，其实就所谓的挺抽象的吧，挺开心的。一直被夸演技派，这次演夏侯惇有没有开发新的眼神杀技能？当然，因为你体会到的人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眼神自然是不一样的。我不会刻意的去设计，感受不一样，流露出来的肢体或者说表情，它就会不一样。像花瓣与跌入怀，宫廷相依捶胸的一些路透，当时就引发期待嘛。你哪一场对手戏是你们是笑场最多的？之前也有说你跟王楚然一对视就忍不住要笑，厉害。也没有，就是我们有一个阀，不涉及固定的词儿或者场景，有时候没啥事儿，2个人突然间那个阀一打开了，也是就是笑的不停，就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今天来上班好开心，然后就笑了。也不一定，有时候就是会那样。这部戏好像也有不少甜的场面嘛，有没有哪场戏你是觉得自己演的时候也磕到了？大部分这种甜的戏都挺开心的。你会比较触动的，比如说是一些故事感、宿命感的东西，还是比如说像一些场景会比较发烫的？宿命感吧，这种会比较更能触动我一些。就是开心也是开心，但是涉及人物整体的经验和历史的戏，会更让我感动一些。那像一开始，比如说那个开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也磕到了？ How are you? Fun. Thank you. And you? 不能说磕到吧，就是很有感触，能想象到、体会到等了那么久的一个人，他终于出现了那种感动。作为被演戏耽误的美术神，这次给成河体统有画手绘吗？我们有画过，我们新年自己设计了属于自己的小红包，然后给大家发了。期间好像也画过一些小手绘，然后这一次首播的时候，我也画了一个那个 SOS。春节也快来了，会考虑再画点什么吗？我会的，会尽力的考量一下画什么。如果可以许一个可以马上成真的新年愿望，会许什么呢？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喜欢成河体统，然后感受到成河体统的带来的开心和陪伴吧。